，31洞管洞，31洞管洞，我是海军的11洞4两。31洞管洞收到，31洞管洞收到，请讲。我们已经抵达武汉上空，将于6分钟后降落。收到，我们已经在下降高度，机场等你们。我们在你们身后，将于10分钟后到天河机场。我们武汉见。新华社报道，解放军3支医疗队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3地，乘坐军用飞机出发，于24日晚23时44分全部抵达武汉机场，正式加强投入到武汉地区指定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较多的地方医院开展救治工作。你没看见那么多病人吗？进去排队吧。哎，怎么说话呢？我们刚来哪认识啊？同志，我们是解放军医疗队的，刚到武汉，在路上碰见这位大爷，请告诉我们抢救室在哪里。于静，于静，过来一下。咱们军队的，带他们去抢救室。是啊，快跟我来，谢谢你啊。好。借过一下，借过一下。不好意思，相信我们好不好？走吧。我们是前来支援武汉的解放军医疗队，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救治大家。来，慢点，慢点。人已经满了，你在这儿等，我去拿氧气。我跟你去，志清。你们好，你们好，我是汉民医院的副院长黄志杰。你好。我是解放军医疗队的护士长陈如。您好，您好，感谢你们的支援，谢谢解放军同志们，来得太及时了，我们真是太难了。有我们在，你们就放心吧。好，好。氧气瓶来了吗？大家今晚在汉民医院打了一场遭遇战，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峻。陈如。整个医疗队当中，一线经验你最丰富，你来总结一下今晚的情况和明天的应对。是。同志们，汉民医院的情况非常不好，我在医院看了一圈，轻症患者、重症患者和患了其他疾病的患者和健康人群是混在一起的，防护措施不当，不但影响救治，还会感染更多的人。确实如此，但是目前
武汉封城，很多物资都运不进来，人员也比较匮乏。我们得替他们好好想想办法。我建议将传染病应对措施中的病区划分方案推行下去。我再多说2句啊，做好防护是我们应对这场疫情的最有效方式。我们只有保护好了自己，才能救助更多的人。同志们，疫情无情，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出遏制疫情蔓延的有效方法。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举国上下都在注视着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拿出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打赢这场武汉保卫战。是。妈妈，你答应我的事情又没做到。你说好今年我们要一起吃年夜饭，要在家陪我。你们大人都这样，你接了电话就走了。爸爸去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只剩爷爷奶奶陪我看春晚，你们都不在。唉，不过我还是原谅你们了。我知道你们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我以后也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去做帮助大家的事情。我今天让奶奶叫我做饼干了，等我学会了就给你寄过去。妈妈，新年快乐！大家也都看到了，病毒让患者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但我们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我们来了，就该让病毒感到害怕。我相信，这场战役我们一定可以拿下，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这次疫情。晨曦，给您泡碗面，吃着吃。谢谢。不过不是说了吗？没事不许串门的，早点回去休息啊。哎，护士长，有事说事儿。我请战。汉民医院防护等级低，隔离区域也没有严格的划分。我不怕，我想进临床班，我想来第一线照顾患者。知道了，回睡觉了。回去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需要体力的。啊，早点休息。快回去啊！是。有没有医学常识？洗手了吗？洗了。脱掉第3层手套，第2层洗了没有？没洗。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每脱1层手套，必须要洗1次手，不能觉得麻烦就省略步骤。如果一个医护人员不能自己保护自己，怎么去照顾病人？我把你们几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带到这里，我必须得保证你们的安全，把你们安安全全的带回去。我不能让你们在这儿感染了非典。好的，护士长。摘护目镜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低头闭眼睛，一手握住眼镜，一手拿着袋子，取下来。进出病房之前一定要进行手部的消毒。另外，进入到清洁区之前，把手机要拿75%的酒精进行全面的喷洗。穿防护服工作比我们平时要更加辛苦，难度也更大，所以临床的护士每4个小时更换1次。你们是最近距离接触患者的人，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护，同时也别忘记了对患者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让他们放松身心，配合医生的治疗，尽早康复。我把大家带出来，也一定要零感染的把大家带回去。你们连续工作多少时间了？我们1个多星期没回家了。哎，交接好工作，就赶快回去好好休息。这里交给我们，有你们在，我们就看到希望。我刚才去检查了一下，洁净区防护做得非常不好。当务之急，我们要整理出一个绝对安全的区域。大厅的情况是最糟糕的，很多病人全部都晕到医院来了，没有中标的也晕过来了，这样情况下很容易被感染的。
必须把那些没有症状的赶快劝回去。我们一直在劝，劝不回去啊！来的人太多了，不光是我们医院，恐怕武汉所有的医疗系统都要应付不过来了。人们呢，就是害怕被抛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登记资料的事情给做详细了，拍下他们的身份证，是专人打电话回访，查询病情。明白了，护士。 清洁区、污染区不能随意进的啊！好，好。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必须只能做到单向通行，绝对不能垄断了。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能再发生了啊！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的。明白了，护士长，我马上去办。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的话比较多。陈护士长，有你在，我们特别安心，我们一定会加强防护的。走吧。 能听见我说话吗，大爷？大爷是喘不过气吗？血氧饱和度在下降，高热量吸氧怕是不行了，准备无创呼吸机。是。大爷，这个是无创呼吸机，让您呼吸会好受点，不难受的啊，您放松啊。大爷，您放松，放松一点。大爷，放松一点，大爷，大爷。哎呀，哎，护士长，您别紧张，这个是无创呼吸机，比插管要轻松多了。您跟着我的口令来好不好？抬头吸气，埋头呼气，对，再来一次，吸气，呼气，太好了，这不正好了？护士长，快去清理一下吧。好。情况是这样，我们医院的护士于静，下午回到家以后发烧了，现在在家里隔离，病症高度疑似。患者增加，病情加重，医护人员在给患者上有创或者无创呼吸机的时候，感染的系数确实会增高，尤其是给气管插管。其实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如果再加强防护，恐怕像插管这么精细的操作就更加难完成了。而且现在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医院能够插管医生只有1名了，如果这1名医生再有个万一，我们真不知道向哪里去求援了。报告领导，我可以做插管，我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报告，我可以协助。我建议成立插管小组，尽一切努力达到高效安全。插管小组我可以带队。我同意这个方案。李小宁，你来当组长。是。陈如，你找几个经验丰富的护士给打辅助，配合林医生。是。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婆，我已经在武汉了。武汉市政府已经决定，参照小汤山医院的模式，在10天内建成一所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它的建成能够集中收治大量的重症病人，有效隔离被感染的人群，更好地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一想到能够为你们分担压力，再难我也得撑住。你们再多坚持一段时间，相信我。3天内要完成5基的基站建设，但基站要从北京运输，这箱子大大小小的几10个，怎么能够运得过来呀？这样，我马上联系可以运输大型货物的快递公司，让他们在东西湖设备站把货接过来，好，尽快送到。你们嫂子是支援汉民医院的医生，据说最近危重症病患的人数急剧增加，武汉肺科医院的供氧量已经达到日常供氧峰值的10倍以上。重症病人的患者是100%需要吸氧的，危重症病人的需氧量是重症病人的10倍以上。所以，增大供氧系统的设计容量是我们当前急需克服的难题，需要配合病区的设计图，再做出具体的施工方案。赵总，赵总，各位，3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几句。我先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工作。昨天下午，中信设计接到的任务，5个小时就拿出了设计图。
紧接着，集团立马调来了2万多人在工地奋战。不光这些，2500多台大型设备和运输车辆，上千集装箱，还有20多万米的 HDPE 防渗膜，8万多米的通风管道，400多万米的电缆电线，再加上1500台配电柜箱，1600套卫生洁具，都从全国各地运过来了，陆续汇到基建现场。同时，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也都在支援着我们。在座的各位，请务必坚守好岗位，请务必监督好各自负责的区域，以确保施工顺利完成。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建起火神山。拜托大家了，我给大家鞠躬了。交付。该医院主要救治确诊患者，编设床位1000张，开设重症监护。经过评估，预计每台呼吸机的氧气流量需达到90升每分钟。疫情这么紧张，肯定会达到满负荷运行，所以一定要采用100%的同时使用系数进行设计。那么，全院833个病房用户，30个 ICU， 1个手术室，1个复苏室，极端情况下的使用需求就是4676.4立方米每小时。老婆，我们交付的图纸正在按部就班的施工中，你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千万注意防护，保护好自己，想你。太好了，我们这边的压力终于能缓解了。部长，给刘哥发信息了吧？怎么了？幸福。哎，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有个徐寒温呢？别想东想西了，回到驻地好好睡觉，认真工作。是。副院长。陈如，有一个新任务。您说。火神山医院很快就要竣工了，接上级命令，你作为医疗队的骨干，挑选几名强将调到火神山工作，并且参与到病区的设计工作中去，把你之前所积累的经验都发挥出来。是。护士长，护士长，怎么了？真想不到火神山这么快就建成了。决战就要开始了，做好战斗的准备。是，绝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怎么样，接通了吗？通了。喂，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发生了塌方，对，路被堵上了，这医疗队和救护车都过不去啊！你让他们赶紧过来啊！你马上帮我协调2辆挖掘机，把这边的路挖通了，咱们这医疗队就能过去了，才能救人呢。好，马上放你位置，马上协调。他过来了吗？
师傅怎么了？前面塌方了，过不去了。你好，同志你好，我们是前往火神山的解放军医疗队，这是怎么了？路堵了，塌方了，过不去了。所以你们的挖掘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养老院已经有人去世了。警察同志，您刚才说养老院怎么了？我们接到报警，说前方山谷里的养老院已经去世几位老人了。我们是前来救助的，但是遇到了山体滑坡，我们过不去了。只有这一条路吗？只有这一条路，只能等挖掘机过来。那你们挖掘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我已经催过工程队，他们已经在路上。你再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路不好走，他们在拼命地往这赶呢。咱们得确定挖掘机到达这里的时间。养老院那么多人，咱们得尽快赶过去。那好，我再联系一下他们，让他们再加把劲儿。许晨曦，到。领导指示我们，我和你带着一队人，徒步进山，带着设备到养老院进行救助，剩下的同志留在这里帮助清除路障。是。同志，我们准备徒步进山。徒步进山，山路很滑，好几里路呢。是啊，刚下过雨，多危险啊！出了事儿怎么办？而且你们人生地不熟，太危险了。我们是军人，同时也是医务工作者。当年在汶川的时候，路况比这危险多了，我们都摸进去了。你们去过汶川？是。那好吧，我带路，咱们一起进山。谢谢。全体战友，立正，向左靠去，向前看，向左转，右边一路，跑步走。大家小心。停！原地休息。护士长，你们好吗？跑不动了。没什么不舒服吧？没什么不舒服。那咱们原地休息5分钟。好嘞。小刘，方向没错吧？对，是这个方向，没错。一直朝东走，就到了。大概还有多远呢？很快，马上就到了。护士长，你们真不愧是军人，你们平时每天都训练吗？是啊，我们经常组织训练。你们都训练啥呀？长跑、仰卧起坐、俯卧撑什么的。真厉害！你看人家还背一大包，我还说一开始想帮帮你们呢，现在看只能你们帮我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去看看。好。怎么样，都好吧？好。全体集合，向右转，目标养老院，跑步走。咱们赶紧跟上啊！5分钟这么快啊！走。护士长，护士长，停！护士长，怎么了？这边有条近路，从这边走。好啊，好啊。啊，你跟我们来。来，跟上。来，小心点儿，跟上。护士长，哎，怎么了？护士长，你看，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到了，走吧，走，走，走，小心。
线开，装备原地放下，换防护服。我们是解放军医疗队的，里面现在什么情况？您别急也别慌，现在你们养老院有什么基础医疗设备？氧气有吗？没有氧气瓶，在1楼那个医疗设备间的。大姐，你们这儿怎么不开灯啊？对呀，从下雨就没电了。那你们电闸在哪儿？在2楼快找的地方。护士长，让我去找找看。我陪他去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及时联系。好的，辛苦你们了。走。大姐，你先别着急，现在里面的老人是什么情况啊？我可不喘气儿的了，其他的不能动的都放在1楼了。我们这里有10几个护工，都已经回家过节了，就是我一个了，都没有经过这种事。大姐，辛苦你了，也谢谢你啊。现在交给我们吧，许胜熙，带大姐去休息。好，那这样，我先带几个护士去1楼抢救重症的病人。好，出发，走。剩下的同志，我们分成3组，第1组进行全面的消杀，第2组去2楼处理遗体。是。一定要仔细检查，发现任何生命体征一定要全力救助。第3组去检查医疗设备，能用的全部都搬来。是。这样，来，帮我看。大姐，我来给您吸个氧啊，有点不舒服，您别紧张啊，放松放松，大姐，来放松，跟着我，深呼吸，慢慢来，深呼吸，好点了吗？深呼吸啊，一会儿就好了，深呼吸，深呼吸。哦，阿姨，救我！阿姨，我们是解放军医疗队的，我们来了就是来救您的。放松，躺下先啊，先躺下，哎，放松。线都烧糊了。哎呀，你行不行？能不能快点啊？急死人了！催什么催？我又不是电工。可以啊。你看来电了，多好啊，是不是？给您。护士长，这边老人呼吸困难，快不行了。王伟，给阿姨量体温。是。护士长。氧气面罩已经不管用了，需要立即插管。在这儿啊！呼吸值是衰竭下去，值就不行了。准备插管设备，来，搬出来。准备插管器械，药品设备准备完毕。好，给我可视号镜，含氧量持续降低。开始插管。30秒，开始。拔刺。我看不清了，别愣着，快吸痰！赶快上呼吸机。是。患者呼吸恢复。大姐，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所有的老人都已经安顿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您放心吧，我们不会放下你们不管的。自从这个病开始流行，养老院陆续有人被感染了，这些老人们家里有人的都接走了，就剩下我们这些
无儿无女的，孤苦伶仃的。好在有一个护工啊来照顾我们，他写了条幅挂在外边，好让人有人看见来救救我们呀。幸亏那个护工他写了那个条幅，正在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工人看见了条幅报了警，所以我们来了呀。火神山，对，咱们国家正在仿照当年非典时候的小汤山医院模式，正在武汉新建一所专门收治新冠患者的火神山医院。那可太好了，太好了。是的，是的，所以呀，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过去的。哎，谢谢。向左看齐，向前看。同志们辛苦了，待会儿在大巴车上好好休息一下。护士长，护士长，加油！护士长，你们这是要走了吗？是的，我们准备出发了。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翻山越岭，千方百计的来救助这帮老人，恐怕他们就……没错。这次疫情来得太突然了，真是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心里没有底。有你们在，我们就踏实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向你们致敬。怎么啦？稀稀松松的，哭鼻子啦？护士长，我心里难受。心里难受就说出来，说给我听听。我原本以为我自己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可当我真的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害怕了，我躲开了患者喷出的痰液，我让林医生粘上了。这是人要自保的下意识反应，不怪你的呀。在我看来，你就是个勇敢的姑娘。你看，你主动请战，要求冲在临床的第一线。勇敢是什么？就是坦然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面对它，去解决它，对不对？谢谢护士长。睡会儿。我们通电了，今晚起，供氧将大规模投入安装通道，现场交叉施工，作业环境复杂，还要考虑安全问题。现在有了电，就有了希望，注意防护。好，我接到上级命令，已经在去火神山医院的路上了。刚刚路上突发了状况，刚救完人。火神山的医疗任务可能会比汉民医院更重。你的身体怎么样？吃得消吗？放心吧，太累的时候头还是有点晕，睡一觉很快就好了。你呢？我没事儿，现在在现场，正处在医院建设的关键时期，谁都不敢松懈。注意好防护啊！你们正在建设的火神山，是我们将要踏上的战场，也是患者们的希望。有空的话，和彤彤视频一下。孩子想你，我也想你，加油！哎，同志，你哪个单位的呀？证件给我看一下。刚才门口武警检查了呀。这里面可是污染区，我这样做是对你负责。就我证件，您看。
刘博，工程师。我就是来测量高度的。那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你们才辛苦。哦不，是伟大。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再提醒你一下，你别再往里面走了，里面真的是污染区了。只有这一带才是清洁区，你记住了啊。记住了，记住了。哎，同志，你叫什么呀？陈如。抗击新冠这场战役已经进入了最关键、最严峻的阶段。上级研究决定，将接管火车站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我们。希望同志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同时，不负使命，再创奇迹。下面呢，我来宣读一下经院党委讨论以后决定的重症科室的主任及护士长的名单。重症医学一科主任方青山，护士长陈如；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辛晓峰，护士长高敏；特诊一科主任于东岳，特诊一科护士长陈若梅。请坐。大家对刚才的决定有什么异议，可以尽管提出来，我们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我有问题，就是关于医科护士长人选的问题。重症医学科是面对危重症病人的科室，医疗风险非常大，这就要求我们的医护人员必须具备极强的应对能力以及传染病学的专业知识。我有些担心，陈如同志既不是传染病学专业出身，又没有在重症病房工作过，我担心他是否能够马上适应医科护士长的工作。我理解方主任的担心。我个人曾经参加过抗击非典、援非抗癌、和谐使命等重大任务，同时也在汉民医院一线工作多日，可以说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相信自己，也有决心带领医科的全体护士完成这次。临阵折将，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啊。这样也好，让他先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能更好的工作。老方，看来你对陈如同志还是不太信任啊。在援非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共过事，他的能力和素养都是非常高的，他经验丰富，果敢泼辣，是一个难得的好护士长。请进。报告。哎，陈如，你怎么来了？身体怎么样？低血糖而已，没大碍了。我有事情要向领导汇报。快坐。来来来，进来说。火神山医院的隔离防护图，我认为有一定的问题。按照现在的设计，医生从重症区回到半污染区去进行医嘱处理。可是半污染区的界定是很容易被混淆的。我虽然不是传染病学专科出身，可是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经验告诉我，隔离区域的划分必须实行单向通行，只能非黑即白，不然很容易造成感染的。所以，我建议只划分污染区和清洁区。老林，陈如说的很有道理啊。我的判断没错吧？陈如同志，我们马上召开党委会，研究你的建议。领导重视这件事情，我就放心了。我的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可以随时回到岗位。火神山收治的病人都是重症患者，比之前的防护任务要重100倍，你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轻伤不下火线，就算让我搬运物资，我也要留在火神山。陈如同志，无论是抗击病毒的作战经验和能力，还是作为一名军人的觉悟，重症医科护士长这个职位交给你，我们就放心了。
咱要记住，不光要救治患者，还要保护自己的同志，实现零感染。是，谢谢领导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